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艺师威斯利。今天要来带大家认识球根花卉，并且利用郁金香完成2种切花花艺以及2束手捧花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球根花卉拥有肥厚的肉质地下根茎，是用来储存养分、水分以及芽体的地方，共分为鳞茎、球茎、块茎、块根、根茎5种形态。挑选植株时，可以轻按球体，有芽头或大颗一点的品质比较好。记得确认球根有无软烂发霉，如果没有，马上要种植，记得要保持通风，以免发霉。种植球根时，先将混合好的培养土放入盆中，在土中挖出一个大小合适的洞，再将球根放入，并用土壤覆盖即可。混合后的培养土土质比较松软，可用双手稍微按压，让土壤更紧实。球根的栽培不仅可以利用土壤种植，还可以水耕，所以除了一般盆器外，也可以买市售的水耕架或水培瓶哦。春化作用是指植物的种子、幼苗或球根经过一定时间的低温催化，然后开花结果。台湾的气候不够寒冷，有些球根若是没有经过春化冷藏的诱导及催化，就直接种下，最后就只会长出茎跟叶，不容易开花哦。春化冷藏的做法很简单，取用干净的报纸并折叠至适当大小，将2至3颗球茎顺着生长点包在一起，包装好后将芽点朝上，放入冷藏即可。无论球茎是否包覆报纸，都不能放入塑胶袋中，否则会滋生霉菌而腐烂哦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到内湖花市来挑花吧。我们今天选择的花材是郁金香。不同于台湾常利用的橡皮筋，进口的郁金香花茎下方通常会利用束绳来捆绑。我们想要今天的作品呈现比较韩式而且疗愈的气息，在色系上挑选比较粉嫩的颜色，除了橘色、白色以及粉色郁金香外，还有粉白桔梗、黄色的香豌豆花、白绿相间的深山樱以及奶茶色的康乃馨来做搭配。内湖花市的2楼有许多贩卖盆器及包材的店家，任何需要的器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哟。包装纸种类及色系非常多，从纸质到磅数都有不同分别，缎带也有不同的粗细、宽度以及材质，可以多观察自己喜欢的样式，再来挑选相对应适合的包材。准备就绪后，我们就回家整理花材吧。挑选郁金香时要注意花态，首先注意花茎是否完整。我们通常会挑选粗一点、硬一点的，叶片比较完整的，看起来比较翠绿点，通常比较新鲜。花朵的部分要挑选花瓣完整并且紧实的，若是容易掉花瓣，通常可能是冰太久的花材。花材冰太久会有叶子泛黄、花茎比较不易吸水的问题，而且花朵可能会不容易绽放哦。郁金香分为好几种，我们今天刚好买了3种不同的郁金香。第一种是单瓣郁金香，属于比较常见的类型。第2种是重瓣郁金香，花朵会比较有层次。最后是魔鬼郁金香，花瓣会有一点锯齿状，是郁金香中少见的品种。将剑山放入准备好的花器中，记得水要淹过剑山顶部，花才能够吸收到足够的水分哟。今天我们会示范比较日系的花型，挑选花朵时要注意花相一致，先把多余的叶子去掉，选出花况最好的3朵作为主花以及2朵副花，其他的花就放置在合适的位置，让整体的作品看起来像一整株花自然生长的样貌。第2盆作品，我们利用比较欧式的做法，先将泡好水的花泥置于盆器之中，然后选用粉白的魔鬼郁金香作为主花。其次的配花以春天为主的色系来搭配，我们利用了桔梗、深山樱，做了层次高低，铺底在郁金香的下方。最后利用黄色香豌豆花去做出空间的延伸，创造出春天百花齐放的感觉。
先将花茎底部的水分擦干，接着将多余的叶片拔掉。抓花的时候记得要抓稳，调整好每一朵花的花相以及高低层次。完成，然后利用胶带固定缠绕一圈，修齐花茎后就可以开始包装了。先准备一张擦手纸，沾水后稍微拧干，包住底部，再利用塑胶袋包好固定住，这样子可以让花材保持水分的吸收。今天我们选择了白色的赦棉纸以及同色系的含素纸来包装，将赦棉纸抓皱包覆在捧花的前方，加强深度，再利用大面含素纸放置在与花同高的位置，加上胶带固定，最后只要挑选合适的缎带绑上去就可以完成咯。接下来我们将利用多种花材来绑手捧花，不同于上一个作品，我们选择奶茶色的赦棉纸来进行包装。首先是粉色的魔鬼郁金香，我们一样将多余的叶子去掉。接下来为了让色系丰富，我们选择深山樱以及黄色香豌豆花来做搭配，去除掉下段不需要的叶子，就可以开始抓花咯。将不同色系的花朵穿插摆放，寻找你最适合、觉得最漂亮的位置。记得要让花束看起来有高低层次感。用胶带固定花束后，还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花朵的位置。教你一个包装的小技巧，将棉纸稍微斜斜的对折，以圆弧状的手法抓皱2张棉纸，前后包覆住绑好的捧花固定。这次我们想要让下段花茎露出来，所以将包装纸底部向上折一些，再简单的把捧花包装好固定。最后一样挑选合适的缎带，绑上漂亮的蝴蝶结，就大功告成咯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示范，你们看郁金香是不是很美呢？无论是盆花还是捧花，其实只要把色系搭配好，在家也可以自己完成很美的作品哦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